大家好，我是老马。然后最近的话，有一些网友的话私信我，就是想让我介绍一下，用车的一些感受。因为我们出发之前的话，老马做过一期就是房车的简单的介绍，有一些房车的一些配置的介绍吧。老马跟小瑞的话也是第一次就是使用房车，以前的话也没有开过房车，所以说当时那时候介绍的话，也就是基本的配置。现在的话，经过2周的一个旅行，可能也谈不上有一些什么非常好的建议或者见解吧，因为毕竟使用的时间，比较短。本来想等用的时间长一点，用3个月、6个月以后再来做一次，就是深入的一些的，就是分享。但这几天的话，就有几个网友一直在问，所以说我想着要不就先做一期我们半个月左右的一些初体验吧，到时候的话后期有什么问题的话再做一些深度的一些讲解。首先的话，这辆房车说了是一个大通 V80 国五的 2.5T 柴油发动机的 C 型的房车，所以说C 型的房车比 B 型的房车来说的话，相对来说更大一点，但是通过性可能会更差一点。因为我跟小瑞是2个男人，所以说可能选择 C 型房车会好一点啊，毕竟总不能睡在一张床上吧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对床铺的要求还是有一些的。第二的话就是讲讲水电方面的一些问题吧。我觉得大部分的那个网友的话非常关心水电的问题。然后这辆车我买过来的话，水电没有改过。小瑞的话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电。好，这是水，然后的话这是电。电的话我们是拿到手上的话就是一个600多吧，安时的一个锂电。100%充满以后的话应该达到620安时左右，也就是说7度电左右吧。从我们目前的使用情况来看，我跟小瑞2个人是属于不省电的。什么叫不省电？等会儿会给大家去介绍啊，就是我们洗澡可能还会要用电，然后做饭、电饭煲都会用电。从整体的情况看的话，我们这个使用还算够吧，因为我们的电的话基本上没有低于过60%。对，那有可能的话也是跟我们的行程有关，因为我们可能会动的会比较多一点，就经常要换一些地方。可能最久的话是在那个舟山的岛上，可能会待了3、4天吧，4天吧。但是在岛上我们也每天都要开车动，因为的话要去周边跑跑啊，探探风车路啊，各个的地方，所以说每天都在跑动。电量的话，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接过试电，半个月了。然后的话，太阳能板的话，我们整一个的话是属于只有150瓦的太阳能。理论上来说的话，几乎没什么多大点用处，因为我们还有冰箱嘛。从某些角度来说的话，太阳能有时候是在充的，但是我们旅行的前1周的话，基本上都在下雨，所以说太阳能板我们基本上没什么用到。所以说从我们东部沿海这个角度来说，尤其是以我们最近这1周的角度来说的话，我们的用电量我觉得还可以，暂时还可以接受啊。有那么1、2天我觉得可能会不一定够，但是一跑就跑个4、5个小时，一下子又充满了。所以说我们在经常跑动的情况下可能会够一点。那如果咱们年纪大一点的，可能更偏向于旅居型的，就是一个地方可能会待个1周2周的，那我觉得这个电池的量可能不一定够啊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第二的话，我们的水，刚才可以看到啊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净水，然后污水，然后是我们的电压。一般到了12伏以下10伏这样的话，你就电就基本上用不了了。但是我们很少没有到过12伏以下的啊。然后下面的话是我们的主灯，还有个氛围灯，然后外面的遮阳棚灯、户外灯，以及我们的水泵和电视，这几个都是一个物理键。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啊，我比较传统一点，我觉得物理键可能现在的话就液晶显示会是一个趋势，但给我感觉的话，物理键可能会更安全一点吧，可能是我个人的一种理解吧，不一定对啊，因为时代在发展嘛，液晶也显示的也很完整了，也很安全，也很完善了。
也基本上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了。但可能个人更偏好这种物理的按键吧。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一个3000瓦的一个逆变器，这都是我们买过来的时候都已经装好了的，所以说我们都没有去改动过。相对来说，从电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我们目前还算是比较够的。水的话，我们是180升的净水啊，就是说有180升。我跟小瑞的话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己做饭的。但是我们这个水箱的话，到目前出来完了以后的话，总共加过2次水吧。就第一次出门的时候，就验车那次要把水全部放干，因为要过重嘛，然后就加满完了以后的话，后来就只加过1次，然后现在的话应该还有3/4。上次加的时候也没有说干，只还有一半水我们就开始加了。我觉得用水其实我们蛮大的，但是为什么车里面水用的会比较少？主要原因的话，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原来介绍的一个水袋。这个东西的话，我是一个非常推荐的一个东西啊。这个水袋的话，把我们的水的使用率啊，就是房车里面水的使用率啊，控制到很低。因为基本上我们洗菜、做饭都会有，然后到了一个地方方便嘛，到卫生间完了以后的话去接，然后接完了以后就洗菜啊、做饭啊用这个。然后里面的水的话，我们基本上是拿来用来就是做洗澡用的了。所以说相对来说的话，用的还是比较省的。水这一块的话，在东部沿海地区，我觉得应该还够。以后的话，到西藏或者说是新疆，甚至到内蒙这些地方，可能水资源稍微匮乏一点的地方，我就不知道会不会够了。那我们后期慢慢再看吧。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情况吧。然后第二的话，讲就是我们用电的话比较大功率的，我觉得用电量可以以肉眼看到的速度在耗电的是哪些呢？一个是我们这个烧水壶，这个是比较耗电的。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电饭煲了，这个做饭的话相对来说也会比较耗电一点。然后小米的，但是我跟小瑞2个人基本上是做1次饭，我们就可以吃1天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这一锅饭烧完了以后啊，就是第2天的早餐。你假如说打个比方，我们中午烧的，那中午烧完了以后的话，晚上可能里面还有饭。晚上的饭我们可能就是炒个蛋炒饭呐，或者说热一下就吃一下。第2天还有一点点的饭，我们就做个泡饭。所以说电饭锅的话，从省电角度来说的话，我们这一点还是比较省的。因为电饭煲我们基本上没有说是中午烧一锅，晚上烧一锅这样的概念，我们基本上1天烧1次，这是这样的一个概念。第3点的话，就是我们这边，转过来，小人，对，是我们的一个洗澡。我们整车的话有2个那个洗澡的热水器，一个是特鲁玛的燃油的热水器，然后我们车子前面配有一个15公斤的燃气罐的一个储藏空间，因为我把它拿走了，所以特鲁玛的这个燃气热水器暂时是没有用到的。然后我们用的是这个电热水器。电热水器的话，那就是非常的耗电了，就你只要开启它，那就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电在跳的。然后我跟小瑞的话，基本上也没有说因为电的这个原因去省它。我们俩的话，基本上是2到3天要洗1次澡，然后完了以后的话，就会用这个是纯电在做的，这个是非常非常耗电的这一块。整车里面的话，充手机和充笔记本的话，我觉得还是非常省电的。其他耗电的东西我们现在也并不是特别的多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然后床铺的话，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。我睡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那个额头床，然后整个铺面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点，所以说我里面放了一些自己的衣服上面的2个灯我非常喜欢非常亮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床头还有一个那个就是阅读灯和2个 USB 的充电口，晚上手机使用的话还是非常方便的。我觉得这设计的还是非常好的。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座位，我就不讲了。然后小瑞的话是这一张上铺然后小瑞自己也可以讲讲你的感受，这2个礼拜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？上铺的话，我可能会有点踢被子。多大了还踢被子啊？但总体来说的话，反正我1.8米几的，
个子够睡了。够睡啊。嗯，然后的话，下铺的话，我们基本上会堆一些我们简单的一些杂物啊，就这样的一个概念。然后的话，房车里面的话，这个冰箱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冰箱啊，冰箱已经非常的空了啊。这2天的话，我们就要去补充一些我们的菜品，肉也没有了，基本上全部干光光了啊。这是我们2周买的菜，吃了2周吧，然后没买过菜啊，应该是出发前买了一次，然后的话，今天6号了，然后明天可能会去买一次菜，会补充一下。冰箱的电的话，我觉得还行吧，太阳能板应该是能供应得了的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这一块我就不讲了啊，还有一个空调，我们是一个底置空调，空调的话是在下面的，然后的话出风口这边都是有的，没有开过，费电我是肯定是费电的，因为都跟我讲过了，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能不用空调，我们就不会去用空调。我觉得如果用空调了，我们这个锂电池的容量的话，绝对是不够的。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我们的影音设备啊，原来我觉得这个是最废材的一个东西，就是用不到的一个东西。但是小瑞特别浪漫，买了几个碟，然后完了以后发现还挺有用的。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，在房车里面吃饭的时候，它会放一些轻音乐啊，整个车厢里面的话，就氛围会非常好一点。这个偶尔也会用一用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厨房区域的话，我就不讲了啊。这边的话，反正就是一个洗水台和一个制高的这个电磁炉。这个电磁炉我们是从来没用过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的费电量高不高。因为我觉得我们有卡式炉和那个燃气灶，所以很少会用到这些电方面的东西。然后灶台这边的话，我唯一推荐的一个东西是这个调味品啊，特别漂亮，特别好。然后为什么推荐的原因是因为我买过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想放在这个上面，后来放不下。然后我觉得放在这里的话，可能乒铃乓啷会那个。后来发现啊，这下面的4个脚架非常给力啊，就是你怎么拉都拉不动。你看啊，我蛮用力的拉不动。然后经过我们这几天，不是我们又上山又下海的，这个完全不会动啊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是我意料之外的，推荐一下。然后卫生间的话，相对来说会比较乱一点啊。简单的讲一讲，我们就差不多就这样了啊。就卫生间里面的话不造了啊，里面因为有衣裤。然后上面的话是一个上下排风的换气扇，还是不错的，往外排风往下扇都是可以的。然后整个相对来说，因为现在我们在用啊，填满了。如果没有填满的话，还是非常，我觉得非常干净的，就是设计的我觉得非常好。里面有很多储物箱，我们都还没放满啊。然后这个是一个感应灯，关一下，感应一下，它就会关了。然后整体的一个房车使用下来的情况是什么呢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交流吧，就是说电我们是够用的，水我们也够用，卫生间的马桶呢我们是没有用过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在沿海地区的话，基本上公共设施都做得非常好，我们不管去海边还是城市里面啊，附近都是有卫生间的，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用过。然后我要讲重点的就是睡觉的问题。睡觉其实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适应，就是说还暂时还没有说睡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觉啊。当然我们用的这个床垫都是非常好的，都是乳胶垫的床垫，睡上去也比较舒服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是因为床车就是你睡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你停车的一个位置和天气。怎么说呢？就如果你停到了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，可能相对来说的话你能睡一个好觉。那如果你停到一个马路边啊或者特别吵的地方，那你可能很早就会听到车子来来往往的声音。第二的话就是一个下雨天了，我觉得年纪大可能需要安静的一些网友们的话，你们要综合去考虑一下。因为下雨天有些人特别喜欢听到下雨天噼里啪啦的声音，但有些人下雨天因为我们是房车，所以噼里啪啦的声音是避免不了的。那时候的话可能你会有点睡不着，带一个耳塞，这是我觉得一定要配的，所以说我们车上也带了啊，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然后呢，就是前2天在山里面，因为我们本身是往南跑的嘛，所以说被子啊什么带的少一点，山里面特别冷，所以说那几晚的话也没有睡得特别好。其他的问题我觉得都很完美，房车生活给我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。就相对来说，我们到了任何一个城市，任何一个哪怕户外，我们都可以看到美景，都可以停下来，所以说还是蛮享受的。可能过一段时间我会适应这种睡眠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